马上开启我们的第3轮对决，我们一起看一看即将上场表演的是哪3个小队，请看大屏幕。我们欢迎马明哄的小队月明小马，欢迎双流机场刘大卫刘奎，掌声有请过载喜剧代表队（括号凯德天府4楼黑灯普拉斯）。首先进行对决的是黑灯小马刘大卫。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这一季跟骗子朋友们杠上了，总能碰到一些灯下黑的骗局。掌声有请黑灯。大家好，我们是过载喜剧代表队（括号成都凯德天府4楼）。我们的口号是温州也有分店，耶！就正常演吧，正常演完，好背下来，稳住节奏。那我队友大哥，黑灯哥哥。希望没有这样的梗在稿子里。我队友啊，我队友就是个亦敌亦友，亦友亦敌。嗨，大家好，我是黑灯。第一轮讲了个最近去看病的事情，然后第2轮讲了一个最近遇到的骗子，这一轮讲一讲看病遇到的骗子。我们有好几个病友群嘛，经常就会混进来一些骗子啊，我很难受，你们很难理解我这种心情，因为我是群主。建这个群是让大家汇集力量嘛，互相帮助一下，结果骗子进来一锅就把我们全端了，我等于给骗子打了个窝，你懂吗？哎，他们就怎么说呢？就冒充患儿的家长，暗戳戳的在那打广告，啊，就听他这么一讲，你感觉我们这个病啊，上海五官科治不了，北京协和同仁都治不了，但是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崂山路与海河路路口向北500米那个王振华医生应该有90%的把握。我老听人说寻找王医生呢，这么偏是不太好找。哎，你看那个医生，一看就靠谱。他头像啊是自己举了个锦旗，写的在世华佗。华佗那会儿都没这个病，华佗那会儿这个病就叫瞎了。华佗肯定治不了啊，治不好的病，华佗肯定不会碰的，因为华佗上一世就是碰了治不好的那种头疼，这回把曹操咔一刀就完了，才去转世的，转到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哎，那个骗子医生那个文案写得很夸张，王老先生6代祖传世代医学世家，就很玄学，整得跟那个大师一样。哎，他那个疗法也都是自创的一套理论，属神经穴位注射，纳米针灸离子导入，哇，这个很听着就厉害，就那种传统古法手搓高科技。这么一听好像也不太像他自创的，像是华佗跟爱因斯坦联名了一下，是吧？华佗开的方什么 E 等于 MC 方。看不见看得见，那都是相对的。狭义上你看不见，广义上你被更多人看见了。我听着我就治愈了。确实是大师这么厉害的疗法，基本上治的都是那种3甲医院不敢治的病。大师主打一个胆大，大师应该派他去拜见越王勾践。而且一般怎么说呢？靠谱的治疗啊，你评估疗效首先要排除什么安慰剂效应。大师治疗主要就是给你扎针，然后充分运用安慰剂效应。它有很多种方法让你感觉视力似乎是提升了那么一点点，说给你扎1个月的针，那个视力表能多看1行，多看1行。你1个月不玩手机，能多看2行，几按睛明穴都能多看1行。再说了，扎针肯定有效果，你往脸上扎多疼啊！
扎3针，孩子就开始背那个视力表。家长带着来这儿看，真是没招了。扎1个星期，孩子全招了。孩子说：“妈妈，其实我能看见，妈妈。”假头衔、假技术、假疗效，3甲医院。鉴别这种3甲医院其实不难，你就看他有没有在那营销推广、做包装。正经的医院、厉害的医生哪有空啊？这忙的脚都沾不了地，对吧？现在很悲哀，被这些骗子逼的，那些医生百忙之中也得出来做这种医学科普，都刷到过吗？对吧？就被他们逼的，因为那个舆论地方你不占领，那个信息就被骗子填充了啊！逼着医生出来跟大师抢人。Doctor 硬刚 Master。你要但凡懂一丢丢英语，你就知道 Doctor 比 Master 厉害，对吧？你看完了 Doctor， 回头还再去看 Master， 你就是吃饱了撑的。搞得 Doctor 发完 paper， 回头还得当个 TikToker。那医生啊，就无精打采、一副要死的那种，强行还在那科普说那个，大家好，我是同仁医院眼科主任，今天分享一下青少年黄斑变性这个病。这个病呢，现在还没得治，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骗子闻着味道就来了，下面留言说我家孩子治好了，在那个陕西宝鸡岐山县那个王。医生在上面苦口婆心，骗子在下面日进斗金。我跟好多这种家长聊过，因为后来加强了审核，进来之后呢，有人申请进群，我先审他一会儿。聊了一下，发现大多数去看这种医生的那种家长，去之前心里其实有数，知道大概没什么用。但他就觉得孩子这样了，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你可以呀，什么都不做总好过你乱来呀。老想着要做点什么操作一下，家长心态跟那个散户一模一样。这钱放在账上，他难受，老想要操作一下，操作一下。你多操作几下，钱就不是你的啦。孩子还没瞎呢，家长先选择性失明了。我理解这种焦虑啊，你花点钱，你问心无愧，对吧？但是能不能找点那种性价比高一点的骗子？啊，我妈就带我也去看过一个大师，但流派不一样，他是那个更古法一些，那个做了一场法事。啊，就是你尽量不要被骗太多钱，因为万一啊哪天真的突然他就能治了，你家钱没了怎么办？对吧？花了最后一天钱把孩子给治好了，孩子一睁眼，家徒四壁。白茫茫一片，孩子说：“妈妈，真给我治好了吗？妈妈，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呢？妈妈，我不是白内障吧？妈妈。”好，讲到这，谢谢大家。谢谢黑灯。喜欢黑灯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双老师很喜欢，我看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段子，我觉得那个段子好玩，演的也特别好，然后他这个戏剧关系也很好，这个甄大夫和这个假的这个骗子，他们这个矛盾，让我觉得有时候段子可能会停留在对这些家长或者是家人的一个讽刺里面，但是我觉得黑灯这个很棒的一点是后来讲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基础，就是你总想做点什么，你总想去试一试。万一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段子的一个标准，他老是能够去体谅到很多人，同情到很多人。我刚才是拍完之后，其实还想拍，越到后来越好，这个段子很精彩，厉害。但是本来这篇主要是想骂那些家长来着。因为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吧？就我拦都拦不住，就怎么说都不行，是吧？你想啊，一家人对吧？有一个人说要去看的话，其他人不会说别去了，因为这样的话，这个道德就背到他身上来了，对吧？然后所以一家人其实心里都有数，然后就去看着孩子扎针，1个月好几万，就在那儿，然后也啥效果没有。所以我后来就当了这个坏人的角色。我就骂他，晾他3天，他就想通了，然后再把他拉进去。我觉得这个点特别好，但这个又太长了，写不下了。但能感觉到你已经触及到这个东西了，就是人在
可能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会相信奇迹。我觉得这个原理是特别好的。这个我非常能理解。你也有病啊？啊不，差不多，有另外一种病，不是这种。但因为我小时候我是我奶奶带大的，她就是一个盲人，然后她是一点，到了她4、5岁，可能5、60岁慢慢，然后呢，我爸呢就一直跟她说，哎，可以治好的，然后经常带她去做这个什么治疗，然后慢慢她自己也说，哎，有些亲戚朋友过来说，哎，我慢慢可以看到影子了，看着，但其实后面我才知道，其实他是安慰你。对。然后每天就这样一个过程，哎，很忧伤啊 ，sorry 啊，对，这黑灯还是厉害，老天爷说是关上一扇门，上来表演一场就给他打开一扇，技术也好，是他的总结，他的罗列都很好。大夫什么苦口婆心，什么骗子日进斗金，还有刚才那个孩子要招了的那个，我说太逗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去宝鸡那个，我去帮别人买过药，我去了以后我就知道那是一个不是太靠谱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给他带回来了。哦，所以说你刚才讲那时候，我突然当时脑子画面都出来了，买了个希望给他。其实就是。我觉得黑灯今年跟我们讲的好多的这东西都是因为喜剧，咱们说实话，很多时候很难绝对的正确，理儿不歪笑不来嘛。但是黑灯今年站到这个视角，就会觉得，哎呀，我都不是这比赛，我就希望他多讲一些，因为他说的这个事儿就是需要听到，很有社会责任感。是，庞博说的真好，点名让我了，这是。黑灯今年特别像个反诈天使，就在说各种骗子的问题，但是真的就是，很需要你把这些严肃的话题用这种很幽默的方式给解构出来。我觉得你很厉害的是，就是你这个黑灯照亮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谢谢你，谢谢黑灯，谢谢。那谁能帮我们扶一下黑灯，让他回到我们身边？我来扶吧。就是不是 OK， 好，谢谢。来，Plus 坐这边来，Plus 坐。OK， 哎，任科，哎，嗨，对，谢谢，我刚发现是谁。谢谢好心的任科，非要耽误我们这15秒钟。真活泼。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是今年来到舞台的新人。看着个头不高，但其实已经退役10年了。我们这位99新的小手办，欢迎跳水的小马。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马，28岁，是个女生。我是个退役跳水运动员啊。我跳水最好的成绩是亚洲锦标赛冠军。哎呦，谢谢。啊，其实没啥好炫耀的，因为身边有很多队友都是奥运冠军。很忙的，我现在想见他们，得在洗衣液、牛奶、矿泉水瓶上。有一次去超市就碰见我队友了，看他站在洗衣液上这么看着我，我想我来都来了，肯定得支持啊，把洗衣液藏到洗衣粉后面了。谢谢小马，掌声有请刘大卫。楼上楼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大卫，谢谢。我时常在想，父亲到底是一种身份还是一种权利？别害怕啊，我们长发男有时候说话就是这样。但如果他不是一种身份的话，我爸为什么每次都要强调他？我们两个每次吵架，我爸总会跟我说：“你听我的就完了，费那么多话干嘛？我是你爹。”咱也不知道谁忘了，谁能忘呢？咱俩吵架也不是因为我记忆力不好啊。我朋友上我家找我出去玩，你不让我去也不直说，非得问，谁让你去的？我说，我只有我能看见他吗？还谁让我去的？那我很难解释这件事。那网吧充50送200，那他不叫我去，我也去呀。谢谢刘大卫。那随着表演结束，我们要看一下小马、刘大卫跟黑灯这一组的成绩如何，请看
大屏幕。207，这么厉害，这样就决定了他们接下来队友的上场顺序。我给这么多红包，还有免单，太厉害！收手吧，都是套路。不可能，这都是行业巨头，绝对值得信赖。是不是那个网站页面做的还挺精美？那肯定啊，大厂出品，这必属精品。我看你是陷阱。不是，我看，你看我给你分享一个短视频链接，让我转发到我4个病友群。什么链接 ？APP。哇，技术手段又进一步，精美的包装加上虚空的红包。哎呦，大师又升级了。嗨，不是你说那个假大师，我说的是这个真靠谱的淘宝闪购，够快、够好、够优惠，每天都有大额红包可以领，点外卖更优惠。淘宝闪购啊，那是真优惠哦。对啊，我都说了，你这个还哇，这么多红包，我领，医学奇迹啊！接下来要为我们表演的这位朋友，今天就会带我们一起去到他心中的一个小众宝藏打卡地，精神漫游一下。我们掌声有请刘奎。大家好，我是刘奎，今年的新人，谢谢各位，谢谢。今天想给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叫六元咖啡馆的故事。2023年的时候，我确诊并陷入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精神类问题，但这个不用紧张啊，这个在我们这一行算入行许可证。我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飞去了云南大理，因为2023年的时候，刘亦菲和李现那个电视剧特别火。去有风的地方，两人甜甜恋爱，我很羡慕。我去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刘亦菲不在。但是大理真的有风，因为当时我妈给我打电话，我跟我妈说：“妈，我生病了。”我妈说：“儿子回来考公。”我说：“妈，你说啥？”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就叫六元咖啡馆，它是在大理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面。我住在村子里，就是觉得僻静能疗养身心。结果我发现所有的精神病都是这么想的，欢聚一堂。我们咖啡馆没一个正常人。我来这之前，我感觉自己只是精神有点问题，躯体有点异常，情绪有点障碍。我来了之后，来了云南之后，我单纯发现我只是皮肤有点干燥。我在这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大太阳。他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每天会做一件事，早上起来站在村口的石头上，对着苍山喊话。他会对着苍山喊一句全人类都不会说出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站上石头，对着苍山这么说：“我是大傻子。”哎，他还是学播音主持的，他是字正腔圆的：“我是大傻子。”每次都是这么喊，他指望苍山怎么回复？苍山无语。喊完这一句话，拿着一大杯咖啡就走了。顾客看了都懵了，说：“咋是喊大傻子就有咖啡吗？那喊小傻子是不是有浓缩呀？”但是各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感觉很奇怪。我每天听他这么喊，我从他这句话里面喊出了一种哲学的感觉。哎，我是大傻子这句话太妙了，它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肯定。每天早上起来，大太阳喊完这句话，就没有人能否定他了。因为他已经否定了自己，要是还有人再敢否定你，那双重否定代表肯定。我当时还是感觉奇怪，因为人来人往那么多人，高低有点丢脸。我就问那个前台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喊，前台反问我说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喊。他说这是大理，大理是啥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当大傻子没人理在这儿。各位，从他们的身上，我是真的有了很多的感悟，因为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不敢承认我是一个傻子的人。我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正常都会感到自卑。你比如说平时生病，真的有躯体反应发作，呼吸不上来，手抖，别人问我怎么了，我只敢说我憋着玩。后来他们都传刘奎是癫痫，但各位在大理我从来没发作过，也可能我一直在发作，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因为一个人抖那是癫痫，那一群人抖我们就都是9岁的蝴蝶，我们。大家没有正常人，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群体。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六元咖啡馆，生活中也有很多。你们吐槽同事的小群，
深夜1个人2点的 KTV， 包括像脱口秀现场，咱们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开心的，对吧？来这儿咱们就是为了发疯的，大家是真的都很难受。我现在敢非常笃定的保证，各位，不仅我有病，今天在场所有人都有病。我笃定的保证，你们从那儿坐车到现在坐了8个小时，你们脊椎肯定有病，对吧？你们现在还笑得出来，各位，我刚刚这个梗我是在骂你们，你们居然还笑，你们是不是有病？我都不认识你们现场的各位，我居然还敢骂你们，我也有病，我真的是，对吧？现在没事，各位，如果给你们发泄一下，接下来2分钟你们来骂我，啊，不骂是吧？那我继续讲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状态，憋着一直不敢说出来。我一直在那儿疯到了2024年的5月8号，那一天晚上灯火通明，咖啡馆夜里2点灯还一直亮着，大家在苍山下为我送行，大家大声喧闹，对着苍山肆意的喊话，声音非常的大。但我那天真的很开心，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苍山也会说话。那天晚上我们大声喧闹，苍山对我们说：“大晚上让不让人睡觉啊？”讲这段故事，我大概是几天前写的。我跟咖啡馆的各位朋友们，我们都交流了一下。我说我要在线上讲这一段了。为了保护你们几位的隐私，我会在接下来的段子里所有的名字都用化名。他们要求我用真名。老板跟我说，他现在知道的呀。现在那个最近有新规，都得实名制。我说，说实话，我其实是一个挺自私的人。我特别害怕这一段播出去，不管成绩如何，播完之后有流量了，你就火了。你火了之后，咖啡馆的人越来越多，再也不是我当时的那个乌托邦了。老板就安慰我说：“你别耽误我赚钱。”但是记得，有病常回家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刘奎，就说到这儿。谢谢刘奎的表演。喜欢刘奎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这是确实是最近临时，也不叫临时啊，比较时间比较紧迫创作的哈。对，一读之后前面推翻了，然后重新创作的。短时间内不断的要出新东西，有的时候那个压力会让人非常焦虑。但是今天这个，我觉得除了说喜剧以外，我就听进去了，听进去我能听到了一个你所谓的乌托邦，我听到了里边曾经的美好。因为大理我也去过，但是一帮喜欢音乐的人，还有一些艺术家在一块儿，其实也挺癫狂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无业游民，对，大家就是在生活中，在自己的城市也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也没自己的位置，但是在这儿会觉得自己会做咖啡，会打扫院子，会有一种就是有位置的感觉。对，我能够有同感，反正是。你这个梦在我这儿最起码是做成了，我能够感受得到，然后在里边还挺美好。您是心花怒放吧？对，咱这拍过就是去的大理。对，的确是听进去，因为我可能也在大理喊过吧。对，当地的一个热门项目是吧？这是喊了能打折是怎么地？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你到了那儿之后，你会变得开阔一些，你会变得放松一些。你不会在北京或者上海，你觉得我是可以呐喊的，你会很绷着自己。所以你喊的是，就大晚上让不让睡觉了？不是那个，我就是。我觉得我本身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难把自己就大声说话都可能很难，但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就这样很肆意的大叫一声，你都觉得很开心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的特别对，一定要多出去看不同的人。你天天自己在研究自己，你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如果看到不同的人群，可能这些人群不丰富性也好，会发现其实每个人身上我们都会有一些小毛病，这只是一场小病而已。谢谢老师，谢谢刘奎，请先回到我们身边。那刘奎后面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呢，是这个舞台的老朋友了。之前大家叫他这个小开水壶成精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从前的自己。我们掌声有请月明。大家好，月明，来点大傻子喜剧，来吧讲讲我的过去，我讲讲我的学生时代。我有一个很难忘的学生时代，因为我曾经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全校所有人
所有人都会模仿我的一举一动。没错，我是个笑领操员。全校最熟悉的背影，一个是我，一个是朱自清的父亲。当然，在成为笑领操员之前，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啊。怎么说呢？我在我们班连路人甲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一个甲乙丙丁路人鬼。后来我发现学校会在4年级的学生里选一个学生当笑领操员，我说我要把握住，所以我每天刻苦训练，就希望老师能一眼就选中我。果然有一次老师一眼就选中我了，他还夸我，他说你跳的还真不错，但不要在数学课上跳。后来我如愿成了笑领操员，从小学4年级一直领到了高中，领了9年操，9年义务领操。所以前几年我看见刘畊宏直播，我就我的后背罢了啊！我对于领操有一种责任感，就是我在成为笑领操员之前，我就会观察同学们做操，我发现大家都不好好做操，这固然是同学们的一个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当时的笑领操员无能。所以我成为笑领操员之后，我非常认真，我会借助一些动作去偷看同学们有没有好好做操，比如说腹背运动。2/3都没下去，就做了个 view。最主要的还是学校它不重视课间操。学校要是把抓学习那个劲儿放到抓做操上，操早就做好了，动不动课间操就取消了啊！下雨取消，下雪取消，高考也取消。高考那是取消课间操的理由吗？啊！进考场前不能跳，看见监考老师不能跳，都是借口。每次想到这儿，我都会默默地走到班级的最后一排，不语，只一味地做操。我想用这种方式把大家带动起来，让大家爱上课间操，刮起一股每个人都爱做操的风潮，简称“没操风”。其实我做笑领操员最开始的初衷就是希望被人看到啊。但是我发现，我虽然站在学校最显眼的那个台子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那个人是我。有一次，我同学非常神秘，把我叫到一边说：“哎，月明，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学校的笑领操员？”我说：“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有点变态。”我说：“你展开讲讲。”他说：“他总在裤裆里偷看咱们做操。”我还跟他对视了呢，他那样他都没认出来那个人是我。这个事情之后，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笑领操员这个事儿，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在乎。我觉得大家对笑领操员的重视太少了。有时候我都想，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影视作品是以笑领操员为主角的？是吧，导演？拍一部挥洒泪水与汗水的青春热血魔幻巨作，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决战领操台之巅》。讲的就是主角在广播体操中领悟了一套武林秘籍，叫腹背运动。偷袭，非常厉害，他靠这一招打遍天下无敌手。后来来了一个新生，这个新生把他打败了，他领悟到武术的精神不是打打杀杀，而是锄强扶弱，所以他退隐班级，考上了大学。临走之前，他对这个新生说：“未来就交给你了，更红。”别以为我在开玩笑，真的有人因为当笑领操员被选拔进了武术学校。这个人就是李连杰。没有人知道，因为
没有人在乎，他自己都不在乎。他为什么火了之后从来没有为笑领草原发过声？因为他走得太远了，他忘了怎么出发，但我没忘，因为我在乎。这是我小时候唯一能被看到的事情。小时候老师就是大家眼里永远看到的是班里最特别的那个学生，学习最好的，最调皮捣蛋的，最聪明的，最漂亮，只有我好好学习，但学习不好。我真的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我一出手就是一个伸展运动，还有点骨盆前倾。别人做题一套一套的，我做操一套一套。我是个小镇做操家。当然，现在我有点释怀了，因为之前的9年我都是背对大家的，但是现在我华丽转身了，啊！一转身就是一整个青春。谢谢大家，我是月明。谢谢月明。喜欢月明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这个表演对你来说压力大吗？因为大部分的演员不会在台上完成这么多的动作片儿。没有，还好。觉得这个作品还是很完整，而且演的也很有激情嘛。然后领操员也是个挺特别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整体是完整的。我就最后是拍了，因为确实领操员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共鸣，它只是我非常个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能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听不进去。没有，但其实大家上学的时候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当过领操员，你也当过领操员，但是就会觉得挺光荣的吧？对，我其实开始觉得很光荣，后来直到发现真的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我以前就觉得老师选你当领操员，然后你就在前面做就好了，但我发现你责任感好强哦。对。因为没当过什么大官儿啊，那这好不容易当个带校字儿的，校在那，所以就是确实很认真。因为学习就是使不上劲儿，写作业写到后半夜，但是就是永远高考就365分，闰年也365分，一天1分，一年学不到1分。领操我有点心得，我其实在舞台上有一次领操过，在那个月下的舞台上，我做完伸展运动就往人群里面跳的。跟你刚才很像，只是你没有往人群跳。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以这个不好好做广播体操为一个特立独行。对，谁好像特别认真的做广播体操了，就显得没有那么厉害啊。对，是这样。但是大家突然发现，就过了10年、15年之后，所有人都跟着刘畊宏开始跳操，老老实实补上那一课了。谢谢月明，谢谢。月明那个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是领操员，我以此为荣。领操员就是很重要，这种很天真、很纯粹的感觉。你看他讲这段校领操员，就是有一些很幸福、很骄傲的正面情绪在，能感觉到他对那段回忆是很开心的。因为他确实是我学生时代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个锚点，很感谢我有一个至少在学生时代有一个这样的锚点，让我继续的走到现在这条路上来。如果你自己在意的话，那就去做吧，总会被人看到的，哪怕没被人看到，你自己开心也好。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也是这一组的最后一位，也是这整个一期的最后一位，我这位朋友来自广西，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老家里的小故事，我们掌声有请普拉斯。大家好，我普拉斯。看节目了吗？今天先不骂人了哈，让子弹飞一会儿。但是有一条评论我又记下来了，说普拉斯一看就是那种烟酒都来的人，澄清一下。烟来酒不来，我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奉劝各位也少喝酒，喝多了真的很容易干出很阴间的事。有一次我们全家喝多了，凌晨一家人整整齐齐去上坟。那天晚上我和我哥哥姐姐过年聚餐，我们7个人吃宵夜吃到12点钟，我姐把酒杯一放说不行了，好想爷爷奶奶。
我哥说出发。我问去哪，我姐说上坟。凌晨12点去上坟，那不就是去见鬼吗？我姐又说上次梦见爷爷了，爷爷跟她说一个人在下面好孤单。我说一个人，我奶回来啦。他们喝了酒，就让我开车，我不会开车。我哥说他不怕，那不如他酒驾。我哥说好办法，这样更快，可以直接去见爷爷奶奶。我姐突然又害怕了，我说害怕就别去。她转身回家把他们家狗牵过来了，一只这么大的泰迪，说给我们7个人壮胆。狗得多害怕啊！凌晨7个广西人带我去上坟。最后我们7个人骑着电动车就出发了，目的地是墓地。一路上我心惊胆战，十分害怕：一怕电动车没电；2怕电动车有电，但是突然没电。凌晨3点到的墓地，刚到，狗开始狂叫。我姐就让狗别叫，狗一听到别叫，狗叫得更凶。我姐一把捂住狗嘴说：“应该是爷爷奶奶来接我们了。”凌晨3点的墓地是关门的，全中国都一样。按道理，故事在这应该结束了。我姐指着关着的电闸门说：“来了都来了，给我翻！”我哥哥姐他们年纪不小了，他们翻的时候，我都听见他们腰间盘突出摩擦的声音。为了保护我姐，我抢先翻过去接我姐，我姐一个没站稳，啪就给了我一拳，我痛得在那里哎呀哎呀的叫。我一叫，我姐就让我别叫，狗一听到别叫，狗又开始叫，我姐狗一顿乱叫，守灵人醒了，我姐下达新的指令，开始跑步。我们全家7个人和守灵人在公墓湾捉迷藏，喝多了跑不动，主动和守灵人会合。他先是确认我们是人是鬼，再问我们来干嘛。我说来给爷爷奶奶上坟。他说没有人晚上来上坟的。我姐说因为真的很想爷爷奶奶 ，you know。守灵人说你们是不是有病啊？我姐说思念是一种病。场面一片混乱，僵持不下。这时候我有一个姐姐，手里拿着一个红包，拨开人群走到前面，和守灵人说：“你拿着。”守灵人说：“我不要。”他说：“你拿着，我不要。你拿着，我不要。”我姐啪就把红包塞到守灵人身上，转身就是一句：“公职人员不允许收红包。”好一招逆转裁判！更精彩的来了，红包是空的。那是一个过年要送出去的红包。我悄悄问我姐知不知道，她说她想赌一把。我们确实也想给守灵人一些辛苦费，他人很好，我们让他拿着，他说不能要，有摄像头。按道理故事在这应该结束了，我们上坟然后回家，但是喝多了找不到爷爷奶奶墓在哪里。我又很少回家，我们7个人和葫芦娃一样的，就在那个墓地喊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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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哎，都不是7个葫芦娃找爷爷，是7个陶喆找爷爷。哦，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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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每到一行说就是这一行都不是，就是这一行都不是，还自己吓自己。我哥说，我们7个人是多一个人比较害怕，还是少一个人比较害怕？说完真的害怕了，不敢往前走，让泰迪开的路。我们的策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上完坟出去的时候说不要再给守灵人添麻烦了，又翻那个店长门出去，翻到一半。守灵人醒了，帮我们把门打开。凌晨5点的店长门发着啊啊
的怪声。这个时候我真的害怕了，因为真的少了一个人。我转身一看，我哥还骑在电闸门上面，发着的怪声。真的很感谢那个守灵人，我已经很久没有见我爷爷奶奶了。我跪在墓碑前和爷爷奶奶说，我很想他们，以后会常回广西看他们。如果他们听得见的话，也希望他们保佑。我们回去的路上，电瓶有电，电动车有电瓶。思念是有魔法的，车确实有电，只是我们骑到一半就停下来了，因为我们被交警抓了。喝酒不能骑电动车，思念也不是酒驾的理由。所以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见吧，不要等到凌晨，也不要等到醉酒，因为你会先遇到交警。最后祝大家能见想见的人，上想上的坟。谢谢大家，我普拉斯，谢谢。谢谢普拉斯。喜欢普拉斯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听索票。谢谢大家，谢谢。你叫普拉斯跟那个电影有关系吗？对，大佛普拉斯。是我很喜欢那部电影，所以我叫的这个名字。刚才那个整个段子非常的 ，you know， 非常的 I know 。对，有那种在坟前蹦迪的感觉，很有 power。Yes。Thank you。所以你真的去半夜去坟里面的吗？哦，这是真实的。我有朋友可能比较熟悉我，像大老王现在叫我们家叫广西无耻之徒。对，我们家人都很疯狂，我在我们家比较算正常人。我是觉得这个挺像一个短篇小说，就是这个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荒诞的夜晚嘛，然后最后其实又翻出来一个还挺温暖的一个关于思念的一个东西嘛，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普拉斯的这个台风很潇洒，对，我觉得看你的表演也很舒服。谢谢谢谢。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但如果是短篇小说，可能会稍微铺一点。会，我之前会说，因为我爷爷奶奶其实走了比较早了，最大姐姐已经50多岁了，然后大家还干这么疯狂的事情。然后我爷爷是一个特别爱喝可乐的一个老头，所以总是过年都坐小孩那一桌。对，然后我奶奶是一个特别严厉，对我们小辈又特别好的人，然后很抠搜，所以我每次烧钱的时候都会给我爷爷单独圈一个地方说那是给他的私房钱，因为我们知道我奶奶会扣我爷爷的钱。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我姐还给我打电话说要不要回去，我们在凌晨冲一把。不知道哪儿还觉得挺暖和的，挺得劲的。这一群人稀稀暖暖，想到一份亲情，能让大家癫癫狂狂的去干一个稀奇古怪的事情。回想起来，这个就不知道哪儿，在寒冷里边能感受到一丝温暖。因为上一次您讲那个和护工那故事，因为您带着自己的这个人物，因为本身您的叙述啊，就您的这个能量值很满。带入您自己的态度和评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舒服。但是您讲这么一个就是人数很多的故事的时候吧，就感觉当上去就感觉稍微的有点乱，不如上次那么明晰。是我在表演上面确实有这个问题，我这段时间开放麦也一直在调，现在还在找我怎么样区分开人物。但您的故事确实是很有意思。谢谢谢谢。就像刚才庄老师也说，大林也说，就是它展开了，我觉得它会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短篇小说一样的故事。但是你真的是很能发现，就你特别会摘取这些有趣的点和一些光怪陆离的这些事情，可能你们家就是这样吧，就给了你天然的养分。对，谢谢我的家庭。对，有机会我希望能把它写长一点。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普拉斯，那我们也把这边等待的5位朋友一起都请回舞台中央。岳明、刘奎和普拉斯得票情况如何？请看大屏幕。很接近啊，都在几分之间。那么3组对决的结果如何呢？请看大屏幕。很遗憾，按照规则，我们要先请岳明、小马、刘奎、大卫先前往待定区。同时，我们恭喜黑灯普拉斯
直接晋级。谢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他说他忘了一点，我也没听出是哪。有2个地方忘了一点，我是自己想起来的有。自己想起来了，那就是没忘。他就应该拿230。残疾人加分，对，可以加10分。如果万一我们被淘汰了，我们就说改对名。我们就是凯德天府没有电，温州也要关门，拜拜。我觉得就有一个能一起说小话的人就特别重要。哦，是，这个特别重要。和有些人组队没法一起说这么多小话。OK， 哦，但是比完了之后，没有，这观众这么近啊？对，讲小话全听到。下一轮加油吧！下一轮加油，下一轮鸽子围在了，就大家好好加油，随便玩一玩。对，玩开心一点。又玩一玩。那不一直是玩一玩吗？那你以为干啥来了？那随着这一大组对决的结束，我们这一期的3组对决就全部结束了。那我们问一下气氛组的几位，这一场有什么感受？我们简单的来聊一聊。我觉得大家在这么极限的创作当中，也展现了非常不同的风格了。今天下午我们看了好多种风格，是包括陈述开始新尝试的绘本的这种风格。这会儿黑灯正问陈述：“刚才你怎么演的呀？什么呀？你这是？”其实这个很多的社会现象，很多的大家现在都有很共情的事情，都被我们的演员朋友们搬到台上开始去讨论。其实也是借着他们的口，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吧。对我来说的话，今天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多脱口秀的一天。对，真的很丰富，就各种角度，像那个小马姐，还有郭麒麟兄弟。小马姐和郭麒麟兄弟，郭麒麟兄弟感觉是俩人。因为我一开始呢就还没适应过来，不光要学习如何倾听这个脱口秀，而且还要学习怎么点评。哎呀，这话要不是任科说的，得多阴阳怪气啊！这是啥？什么意思啊？还是你们会呀？肯定是这意思。那我们一起也来看一下我们有意路对抗赛第一场全部结束之后目前的得票情况。淘宝闪购更优惠，你的喜报已就位，请看大屏幕。恭喜黑灯获得本期比赛的最高分，够快、够好、够优惠，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接下来的比赛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和结果？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下一期精彩继续。喜报喜报，拆盒快乐不用等，双倍惊喜给到顶！哇哦，期待一下。上淘宝闪购搜悠悠生日会，新品盲盒首发开抢，万份小宝盒等你抽。还有点秋天第一杯，拼团更优惠，大牌奶茶5折起，下单还能解锁100万份周边。果然是双倍惊喜，感谢够快、够好、够优惠的淘宝闪购。那我去快乐拆盲盒啦。行，你当领操员吧。2026年天猫超级88年终盛典，官方立减商品88折起，再叠大额券77折起，笑点稳稳接住，成长稳稳守护，宝宝成长有底气，上场有实力。感谢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听个段子电充好，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轻松爆梗随口来，一口维他爽开怀，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2亿自拍旗舰，2亿自拍一出手，追星大片跟着走，为健康护航，让快乐加分。感谢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药赞助播出。土地有温度，美食有态度，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收播喜剧之王，恭喜黑灯第2次拿下全场第1名。今年对自己的名次有什么期待吗？没有。完全不想拿冠军吗？冠军没什么用啊。我感觉你说的对，灯哥，这拿油边的，这想着帅。李演期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他前台的时候说我必淘汰，说我必淘汰，贼激动。然后出来之后分我比他高，都什么心情？李演期都飘啊。
白佳宁，现在如果给东北菜改名升级的机会，地三鲜是土豆茄辣椒是吧？中国东北区东嫩平原额尔古纳家养猪排配番茄风味调制枫糖浆。接下来进入游戏环节，首字母组词表演。第一组的首字母是滴滴。你好，那个尾号6864是吗？把门带上啊！我不同意，这是高德。你好，先生，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新款香水？闻一下，渣男香。大地不算渣男香，不算。我们就走严格路线。来，大丢！但是杨过只有一只胳膊，也不像。吊灯，你得会发光。这没电。吊灯。有意思对抗赛继续。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你看，你搜焦虑症痛苦，抑郁症难过，你搜强迫症极度舒适。我们看我们的压轴动物孔雀开屏，大哥喝孔雀开啤酒啊！怎么不喝？孔雀开屏，别吹了，东北孔雀呀！就是我很烦 HR 问我那些很虚伪的问题。请问你怎么做好 work-life balance？ 那请问贵司做几休几啊？他说做5休啊。我说啊，5比2怎么 balance？ 就这个手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明星造型师，我当时非常生气，我说退。他说退，钱不可能退。我在那里退，他在那里不退，我们俩就在那里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吵得最厉害的时候，进来了一个客人，推门而入说：“这个是新开的什么店？”我当时指着招牌说：“快闪。”我买了个空气炸锅，网店崔好评电话就打过来，我说我这空气炸锅只炸过空气，现在。大夫说我这种症状非常典型，给我开了90根玉米，是1个月的量，我是半个月吃完的，因为我想快点好。最后哪个组合能够直接晋级呢？请看大屏幕。看到吗？台上是谁在领奖？不是我，我在角落飘飘飘领奖。不是我。排队后合照站最边上。我咋办？你开场唱，我赶唱，频率就像。从来就没有女生举来主角气场。你只是北京腔，我可是北京腔。没有万人敬仰，只有万人敬仰。就我自己努力奋斗，就算是个路人甲。每周一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走心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享真奇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前程无忧无要照，找高薪工作，赚到你笑。下载网易小蜜蜂，看年轻人的朋友圈，拥有到词典 AI 同传，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聊更多幕后故事。谐音梗靠拜双关，预期再来点